大家好，我是一彤。现在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我们的环美自驾之旅，横跨美国的东西海岸，一路从美国的西海岸开到东海岸最南点，再北上到纽约，再从纽约呢横跨来到尼亚加拉瀑布，之后呢再经过芝加哥，最后再开到洛杉矶。因为我在统计美国国家公园的视频里呢说过，美国一共呢有63座国家公园，所以这一趟旅程呢也可以算作是沿着国家公园的路线在走，并顺势逐步呢完成我逛遍美国全部63座国家公园的计划。从距离上来说呢，这一趟环美自驾之旅呢，如果都是走最快最近的高速公路，全程大概呢是7000英里，也就是11000公里左右。但是涉及到呢旅途中呢要经过国家公园和热门景点城市，所以说难免呢会绕不少弯路，所以全程呢最终会来到10000英里左右，大概呢就是16000公里左右。因此呢，我把这段旅程呢分为3个大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就是从美国西海岸加州洛杉矶附近自驾到呢美国东海岸佛罗里达州最南点1号公路的终点基韦斯特，全程呢最快路线呢就是2700英里，大概呢是4500公里。但是前面也说了，因为要去国家公园和各种热门景点，所以实际上呢我们开了有4000英里，大概6500公里左右。我的实际行程呢是从加州洛杉矶出发，分别呢会经过离洛杉矶市区最近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并住在亚利桑那的首府凤凰城菲尼克斯。之后呢来到巨人柱国家公园，看一看如巨人一样的仙人掌。再一路东行呢来到新墨西哥州的白沙国家公园，看一看如雪一样的白沙。之后呢来到德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处的瓜达卢普山国家公园和比邻的卡尔斯巴德国家公园。再一直南下呢，来到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交界处的大湾区国家公园。之后呢，还有探访德州的圣安东尼奥和航天城休斯顿。再跨过呢美国的第2大州德州，来到路易斯安那州的首府巴顿鲁日和充满法国风情的新奥尔良。再开到阿拉巴马州的海港城市莫比尔，看一看亚拉巴马战舰。还有呢，经过佛罗里达州巴拿马海滩呢，看一看当地的白沙滩。再一口气呢来到10号高速的终点佛罗里达州人口最多的城市杰克逊维尔，再经过奥兰多和迈阿密，再来到佛罗里达城来看一看唯一一座的濒危国家公园大沼泽国家公园，再乘船呢来到比斯坎湾国家公园，最后呢到达佛罗里达州最南部的1号公路终点基韦斯特，再坐3个小时的船呢来到70海里外最难达到的国家公园海龟国家公园。这就是我环美自驾之旅行程的第一部分。这期视频呢就是一个预告，之后呢会把每一天的行程视频呢都发出来，也会逐步呢把第2部分佛罗里达州开到纽约市，途经康加里国家公园，再开到可口可乐的发源地亚特兰大，再开到美国游客访问量最高的大雾山国家公园，经过蓝岭公路呢来到美国最年轻的国家公园星河峡谷国家公园，再来到离美国首都华盛顿最近的国家公园仙纳度国家公园，顺势呢参观美国的首都华盛顿和第2部分的终点站美国最大的都市纽约市。第3部分回程的时候呢，就会来到尼亚加拉瀑布，乘坐雾中少女号呢近距离的观看瀑布，也会来到围绕着美国铁路沿线的库雅河峡谷国家公园，再开到呢离芝加哥不远的印第安纳沙丘国家公园，再顺势呢参观中部最著名的城市风之城芝加哥，再一路南下呢到达圣路易斯拱门国家公园和温泉国家公园。之后呢就是一路西行，跨过俄克拉玛州、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来到美国的母亲之路66号高速，并来到环绕着66号高速的华士林国家公园，来结束我这趟国家公园之旅，并回到洛杉矶市区。最后呢，我们这一趟10000英里的环美自驾之旅呢，相当于逛遍了美国中东部的国家公园，也让我的美国国家公园列表呢从7个达到了25个。之后呢，我会做出一系列的视频，并且每次视频呢也会根据每天的行程分享出来我的衣食住行和行程取舍，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和分享。就先说到这里吧，希望大家呢还能持续的关注吧，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以往视频的鼓励和支持。最后呢，还是多谢大家的观看。